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即将登场的最新善灵猫灵。猫灵的出战技能只会在前2回合生效。猫灵的第一个能力会在我方总血量首次达到初始总血量的 85%、75%、65%和 55% 时，为我方全体武将恢复攻击力 86% 的血量。猫灵的技能简单来说就是抬血，只要我方的总血量每下降 10%， 猫灵就会为全队回血一次，整场战斗一共可触发4次。这会让队伍的血量线在前2回合不容易掉到命魂马超或命魂法正的斩杀线下。猫灵的回血不会暴击，但有 70% 概率会使我方武将获得1层补印。补印会使目标的最终伤害减免提升 15%， 最高可叠加5层，效果会持续至战斗结束。队伍中血量最低的2名武将受到猫灵的治疗时，还有概率产生连击，最多可触发5次。猫灵有很强的抬血能力，而且还特别针对了2个血量最低的武将。最高可连续5次回血的能力，可以轻轻松松的就将血量线给拉回来。除了回血，猫灵的治疗还会附加防御提升的增益效果。若猫灵的治疗成功恢复血量，就会使目标提升 15% 的最终防御力，最高可叠加6层。若治疗失败了，就会使目标获得1层更高级的补印，使最终伤害减免提升 15%。这个技能是为了应付命魂马超和命魂法正的治疗失效。命魂马超的光环有 50% 概率使敌方的治疗失效，命魂法正的夜爆更是有能力使2名武将无法受到治疗3回合。在没有办法获得治疗的情况下，我们也只能去提升他的最终伤害减免来降低他受到的伤害了。我拿2级只能触发1次连击的猫灵来测试了3次，结果3次都顺利的触发了1次连击。所以猫灵的连击概率应该是不低的，猜测每次最少保底触发1-2次连击还是可以做到的。当然，实际情况还是要等猫灵上线后实测了才会知道。15% 的最终防御或最终伤害减免提升，只是陆服6级猫灵的效果。台服的善灵是有9级的，到时这个减伤的效果应该还会更高。猜测台服的数值可能会是 25%， 那么6层最终防御的上限就会是 150% 最终防御提升，5层最终伤害减免的上限就会是 125% 的最终伤害减免提升，这个减伤还是很可观的。当然，并不是每个队友都有机会能叠满这些减伤的，这些防御增益最主要还是靠连击来叠加的。所以实际上也只有血量最低的那2位武将能有机会将减伤增益叠满，不过其实这也已经值回票价了。血量最低的武将，要么就是队伍里养成最弱的武将，不然就是被敌方集中火力攻击的武将。猫灵可以很有针对性的给予队伍里最有需要的武将治疗和提升防御，让他能得到回血之余，又可以增强防御去应对后续的攻击。现在战斗的胜负很大程度都在于谁的一功能先造成对方减员。只要能先造成减员，那么下一个回合就必定能靠风伯的顺风去扩展领先优势，这样胜利的机会就会变得更高。猫灵的回血和加防基本上就是用来应对如今的低血斩杀环境的。不过猫灵只能治标，用来延后我方武将被斩杀的时间，而不能治本，直接免疫掉斩杀。猫灵的第2个能力一样只能在前2回合生效。持有补印的武将在受到怒攻时，会额外获得自身无视防御属性，乘 55% 的无视防御抗性。用白话来说，就是会使全队拥有补印的武将防御能力更上一层楼了。无视防御抗性现在还是一个非常稀有的属性，它可以用来抵消掉无视防御。这个技能其实也是特别针对了马超的，因为马超是3幻里少数可以自带超过 50% 无视防御的武将，这也是马超能有如此高输出的本钱之一，所以增加无视防御抗性，实际上就是在降低马超的输出。
猫灵上线后，最大的受害者将会是马超，这也是游戏开始打击斩杀的一个前菜，后面还会陆续有来。接着是六阶天元的能力。六阶天元会使补印获得额外效果，若武将是在血量低于 50% 的情况下获得了补印，就会直接将血量恢复至最大生命的 60%， 并且每持有1层补印，回血的效果还会提升 5%。如果已经持有4层补印，就会直接将血量恢复至最大生命的 80%。这是一种强行拉抬血量的方式，将即将落入斩杀线的武将生生的给拽了出来。猫灵的回血是看总体血量首次降低到一定的程度后才会触发的，所以若是只有其中一名武将受到了猛烈的攻击，猫灵后续 75% 以下的回血就有可能会因为来不及触发而无法救回滴血的武将。六阶天元的效果就是给血量最低的武将多上了一道保险，也让队伍整体的血量可以变得更加平均。在目前命魂法正当道的环境下，队伍的血量下降其实也会比较平均，所以也很适合猫灵去发挥它的能力。最后来给猫灵下一个总结，猫灵就是一只很极端的防御型善灵，它给的能力全是加防御的，就连一个攻击型的属性都没有。若要比防御上的属性和能力，猫灵绝对是目前的第一人。但若是要比攻防两端的综合属性，猫灵就远远不如花灵和雀灵了。这种偏于一隅的能力，就注定了它不是一个泛用型的善灵。蜀国队是以攻击为主，所以自然不会去使用猫灵。火烧队需要攻击来提升灼烧伤害，花灵和雀灵提供的最终攻击提升对火烧队来说也是很重要的，所以火烧队也不会使用猫灵。完全以防御为主的队伍只有2支，一支是女团，而另一支就是盾队。目前在 SP 诸葛亮限制了怒攻的频率下，女团在前期其实是能扛得住伤害的，只是坏在队伍无法释放怒攻，这才导致了输出不够而无法打死人，最后被对面的治疗失效给搞垮了。女团现在更需要的是输出而不是防御，所以也不会去使用猫灵。最后会使用猫灵就剩下盾队了，猫就是给盾队用的，所以猫盾这个名字也是真的没有取错。盾队是一个靠反击来打伤害的队伍，有时甚至也会依靠血量、护盾或防御属性来打伤害，所以对攻击属性的依赖会比其他队伍低。盾队目前的状况是比女团还惨的，女团至少还有高血量可以扛一阵子，盾队则是输出和防御两头都缺。不过猫灵对盾队的提升其实是很有限的，最终能将盾队抬起来的还是之后推出的灵宠、命魂武将和 SP 武将。善灵对队伍的提升始终排在这些之后，只有在这些东西都搞定后，善灵的差距才会表现出来。猫灵只是盾队开始抬头的一个版本，想玩盾队又有资源的，可以先抽一只猫灵。猫灵最少要4阶，最好还是得6阶开了天元技能才会比较稳。不想玩盾队的，就可以完全不用抽猫灵。不建议平民去玩盾队，因为强势期短，而且也不知道台服的盾队强不强。也不建议平民去抽猫灵，因为后面还有更重要的善灵要抽。平民无法在短时间内达成满配的盾队，所以也就不用去考虑猫灵的部分了。暂时用其他善灵来过渡一下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